以後叫古先生。古先生，这是咱们东家派来的。古先生，您之前干过当铺？没有。奇才。自打盘古开天地，咱们铺子有了新章程，诸位算是来着了。以后古先生就算咱们的四贵。哎，怪事儿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哎，你们给四贵腾个地儿啊！这。哎，四贵，您等一下。您再等一下。四贵让让。哎，四贵，你给让一下吧。送个礼还得自个儿送啊，不过是个县太爷而已。这要是在北京，就是那些红顶子来我家里，我爹要是不想见，那还是不见。您是大少爷，我自然就是个跑腿的伙计呗。见了县太爷，我才能知道在这个地方怎么待下去。那头那个气死贼的营山，你看见了吧？我实在喜欢得很，我打算在咱们店门口也弄一个，就是立一个丈2高的大银葫芦。风水先生跟我说了，城门口这一带财气最旺，我打算把它吸个干干净净。还有那片房子，我也租下来，弄一个大的票号，一个进一个出。老八家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他们手里除了票号，那什么也没有。我爹还说，李家全力以赴来撑这个场面，还要我看小题大做。3年，3个月，我们就挤在那老八家里头。你笑什么呀？像你有志气呗。你是不相信我呀，还是没信心呢？平阳城不大，但這裡是大清的財富重鎮。你們家老爺子說全力以赴，我看全力以赴也未必撼動得了這兒。山西老八家200多年了，自有來歷，回頭講給你聽。逃都逃了，何苦又回來呢？四爺，您醒得正好，這粥也得了。你看，給你借了個5更雞過來。加點栗子啊。加點雞絲，這樣最是補氣了。這可不是我弄的，常姑娘弄的。哎，您嘗嘗，小心燙啊。好吃。
的鬼子？啊，衙门搬的。想不到吧？您可是古往今来头一份这么坐牢的。你拿什么换的？拿我自己。此话怎讲？王天贵给我30天的时间，让我帮他理顺当铺。我也做了古往今来头一个当铺的四鬼，只是这30天，要委屈您了。30天？那当铺王天贵30年都插手不进去，30天怎么能整明白啊？这么哄鬼吗？这才第1天嘛，还有时间可以学。当铺里那几个老朝奉，是王天贵他爹在的时候带出来的人，哪有那么好相处啊？就算是做一辈子生意的人，走进去都会晕头转向的。顾兄弟，这是一门行当，你可千万不能看轻了。不敢看轻。但古话说，隔行不隔礼，天底下人心都是一样的。他当铺只不过柜台高那么一点，就算是个铁核桃，我也得把它砸开了。请大掌柜长一下眼。眼睛花了，看不清东西了。这位先生，你这当的可是什么东西呀？啊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商周古玉，老太太病了，想压在这儿。祖传的古玉啊，贵府是在地下埋的吧？这土气味怎么那麼重啊？怎么啊？你们当铺還管東西來路呢？啊，還真把自個兒當衙門？哎，這個不敢。抓賊追贓不是我們幹的，不過，衙門裡要是有什麼大案，那是一定要到我們當鋪來追究的。先生，按照大清律，偷墳掘墓可是死罪啊！你老啊，好眼力！這塊玉啊，是我爺爺那輩弄到手裡的，這要拿到京城裡去賣啊，少說也得幾千兩銀子呢。我在您這兒只當500兩。哦，500兩倒是不多，只有一架。你說是商周年的啊？這是今年的。你們把玉雕好了，用火燒得通紅，直接把它丟到了貓狗這些活物的腹腔裡，是用它們的氣血養出來的。小的，你這麼做可是有損陰德呀！你胡說！你找人來，只要哪個人說這是真的，你就把我這雙老眼挖出來當炮踩吧。走吧，你這玉我替你砸了。省得你以後再騙別人。哎呀，周先生，要沒您這根定海神針，我就生生把眼打了。郭朝奉，第1天就遲到了。哎，你眼睛長頭頂上了，螞蟻帶龍頭，裝什麼大牲口？你也是朝奉，我也是朝奉，何必說話這麼難聽呢？哼。那是，人家之前啊1天當鋪都沒幹過，就仗着是東家的人，眼睛裡能夾咱嗎？有什麼需要我這個四貴幫忙的地方，隨時吩咐啊。小伙計，我來問你啊。
这个四柜通常需要管什么？啊，明白。我想看看你们往年的账本，不知在哪里可以看到。张步美在这儿，在楼上了。来人，给老子把这东西当了！给老子当500两银子。这把刀是大帅送给我的，这件黄马褂是皇上赏赐给我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咱骗了掉脑袋的危险品来的，当500两银子一分儿也不能少。您这2样合起来也不足5两银子，小店受不了。要不您再到别家当铺看看？你有啥子？5两银子？你是看不起皇上，看不起大帅，还是看不起我？不是。给老子拿回来！别！老子骗了你！这是老子的宝刀！四贵，拿来！四贵，你的活来了！拿来！哎呀！你来看，给老子看清楚！你说你是大帅的人，不知老爷是几品官呢？老子姓鲍，此次在山西吹响，蒙皇上的圣恩，是受一个2品的武职。啷个嘛？你想看下我的红顶子吗？素闻大帅麾下有2员猛将，鲍大人、塔大人，莫非您就是鲍清德鲍大人？久仰。他既不他轰了。现在全国各地诸相都不接济，我军营头这些娃，半年都没得发军饷了，我没得办法才把这个当了。好给我鲍子阳的兄弟舌头上沾点油腥，如果有得罪，勿怪。为大英雄能本色，不知鲍大人想当多少？当500两银子就够了。500两怎么够？太少了。啊！伙计，记上。哎，宝刀1把，御赐黄马褂1件。当银1000两。唱当写账，规矩如此，有什么好嚷嚷的？写。包大人，这都是4大横的银票，走遍天下都用得。写了。顾平远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要500给1000，这真不是你的生意是吧？这本来就是你的活，你让我那么做的。你想来几个人？赶紧找个房子给他关起来拜拜火，我看他是头晕。你就看着他这么干。
你让他到柜台唱的当，你自己拿不准主意，让一个外行给你拿，你真是个老糊涂了你。就是，你今天让他唱了当，开了这个先河，以后干什么你都拦不住。哼，我看咱们三个呀，还是早早的背着铺盖卷走人才是正经。大贵，我们都跟着您几十年了，您说什么咱们就做什么。只不过辞这个差事，是真的辞，还是以退为进？您透个底。防微杜渐了，这个底儿不是我的，是东家的。通知所有伙计，明天当铺不开碗，不做生意。咱们搁车。哎。小金是吧？给，快拿了吧。您呀，在这关了一天了，这也没人给你弄点吃的。这不，我老婆做的中午饭我吃不了，给你拿上点。行啊，谢谢金哥。客气了。我呀，一天没干活了，吃不下去。那怎么一天没干活了呢？为什么呀？大贵让我们上门板，不做生意了。搁车了，他和二贵、三贵到东家那儿请辞去了。那辞了吗？这哪是我们知道的事儿呢？反正呀，在这当铺里边吧，自然是三位朝奉老爷说了算。行了，我走了啊。您呀，千万别说是我给您的。谢谢啊。大夫呀，你呀，好好的给我瞧瞧我这病啊！省得那帮闲人啊说我风凉话。娶了这么多媳婦兒，一點用都沒有。以後呀，我們輪流摟着你，就算是石頭也會給你捂熱嘍。哎，放！東家，啊，來了。哎，去了一天，他們就搁車了。是啊。哎呀，三個老家伙也太沉不住氣了啊！謝謝東家誇獎。我這是在誇你嗎？你不是讓我當條黑魚進去攪他一攪嗎？還不出一天，已經快給我攪和黃了。我看不要30天，應該可以把當鋪調理順。哼。三個老家伙確實沉不住氣。你雖然是在狡辯，但有幾分道理啊。那他們辭了嗎？我點頭就可以。可是這行的規矩啊，不是說你今天辭，明天就走的，總得找個人收拾爛攤子，給東家把生意都捋順了，啊，那才能撤呢。要多久啊？20、30天是要的。足矣了。東家，你答應他們吧。我答應啊，那就是一句話的事兒。可是這3個老朝奉，那是在當鋪這行有位置的，舉足輕重。如果讓人知道他們3個要走的這個消息，肯定有很多人要挖牆腳。哼，他們走了，你盯着呀。我自然不能。
但是他们仨一个都走不了。现在不是你小子耍聪明的时候，他们已经防范至此了。不信你明天就去当铺瞧瞧，有哪个人敢跟你再说一句实话？到了30天，我也留不住他们了。到时候，就因为你耍的这个小聪明，就亏了这么大的生意。哼，你说我拿什么惩罰你啊？我從來不說大話，根本不需要30天。当当了，你们东家呢？人生何處不相逢，那这事儿我爹怨不得我了。什么就怨不得你了？我来的时候，我爹担心的要命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不要跟那个宁古塔的刘人说话。今儿呢，是你自个儿推门而入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苏小姐呢？你见到她了？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。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，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。那就让他们等着。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，亏你也熬得住。听说你在招好的朝奉跟伙计，招到了吗？这些事兒啊，蘇小姐在忙。我也從北京帶了幾個人，都是老朝奉。頭2天還肯坐這坐堂呢，現在全躲到那後屋打牌吃酒，那比我還快活。我聽說你到蔡宇峰了呀？怎麼，今兒是來刺探消息，還是讓人給趕出來了呀？我自然是被人趕出來了。我這種大外行入不了他們的法眼，但我倒有些主意，莫不如咱們可以再聯手一次。咱們聯手？我們都是外行啊。亂拳打死老師傅，子曰：焉知來者不如今啊。合計合計。今天開板吧。大家伙在一起多久了？10幾年了。哦，那是老伙計了。啊，是。昨天割車，我們跟東家去請辭，東家點頭了。京城裡4大行，河東的老8家一直要請我們去。既然東家存了心要走，咱們一起走。這是大貴的恩賜，跟着大貴幹嘛錯？我就知道我們新人接手前，咱們好好幹，別壞了大朝奉的名聲。開板，做生意。那小子呢？沒來？啊，您說的那個棒槌啊，怕是沒臉來。派這麼個大棒槌來開講，不知道東家是不是傻？來，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過陳年舊賬。諸位，經綸光陰，越走一了面龐，眼過人情多了。看過萬里雪茫茫，也曾為誰經過不放。只想這一場。各位，平遙城的老少爺們，4鄉8里的叔伯兄弟，
在下李清，京城李家的人，在这平遥城啊开了一家万元档，主要就是为了来当学生学艺的。感谢各位的捧场。我们呀是外行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续画，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。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，当场对，当场取。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，银号在西边，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。诸位，醒了。大刀什么呀？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啊！还能喘一口气，就撑起这凄凉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难用3两3钱，把3钱给抹了。银簪子1只，当3两银子。出票。大嫂啊，这3钱呢，就当是本店的小利了，看满意啊？满意。来，在这上面画押。一起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万元内放，一步烽烟摇橹，一生永脚步丈量。日出东方。来，这个簪子你给他找找。都有了。不着急啊！来，下一个。慢些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啊，都有。有了。你看，真行啊，库里都清出来了。这个傻棒槌，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姓李的公子哥，在城门口花钱如流水，3两3钱的银簪子，他竟然当了3两。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买卖，笑破肚皮了。朝奉都没请？没有，您老就放心吧。哎，他一个京城来的人，敢在平遥开当铺，那不就是官老爷门前耍大刀，嫌自己死得太慢吗？银号的大掌柜来了，要见大朝奉了。哟，我说祝朝奉啊，您在搞什么鬼啊？谁跟你搞鬼了？城门档那家伙，现在已经把手都伸到银号里来了，您还在这儿装死？这与我们有何干系啊？哎呦，有何干系？您倒好啊，撒出个妖精去，自己在这乐得清闲啊！北京城那家伙把自己的银号利率往上浮，现在整个平遥城，但凡有点钱的，都取了银子往他们那儿存呢。祝朝奉，您倒是给个主意啊！我那儿已经开始挤兑了。我这铺子里有的是现银，他想挤兑就挤，生意不能倒。来个人，让伙計們把現銀都準備好，1個時辰1趟，往咱們自家的銀號裡送。現在就去。哎，朱朝奉，這萬一不夠怎麼辦啊？那2個棒槌可是把平遙的馬蜂窩給捅了，其他銀號都和我們一樣，這紛紛取了錢往他們那兒送啊。這要稍有不慎倒了一家，那可就鬧笑話了，這讓外行的把內行的給玩死了。哼，到這兒拼有錢啊，他可是找錯地方了。你放心，頭寸不夠了，我給你調。大朝奉，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，全都到了城门口那2个棒槌的手里了。你说好笑不好笑啊？别着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称一下看看多贵。几天就挣还这么多？好，珠花簪子1根，当银5两。你的花钱打好了，在这画押。现银9钱3分，您在这儿画个10字就行。
上好布匹1款，当银10两，随时能取。我店门口那个大银葫芦您看见了吗？我要是付不出来，您就拿斧子，明天把那银葫芦砍了扛走，我一声不吭。没人。他们在城门口啊闹腾了1天，再闹下去啊，县老爷都要派兵把他们轰出去了，城门都关不上了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这古平原到底是不是太尉峰的人呀？怎么还倒帮上外人了？他倒是想进太尉峰啊，太尉峰不肯留他呀。没事儿，我倒要看看这2个人能弄成什么样。今天赎出去的东西，超过好几年了，给您道喜了。那帮蠢误打误撞，都把咱们给帮了。他不是帮蠢，是催命符。小心那缸啊！踩里头去，小心地上。好。这下倒好，那全平遥城的破烂都在我这儿了。哎，掌柜的，麻烦让一下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？哎。咱俩今儿就把外行的事来干绝了，人家刚在我们这儿当完东西，转头出门就笑我们俩傻瓜呢。咱这就是赔本赚吆喝，纯烧钱。你要是拼不起，那就別拼了。天底下還沒有我拼不起的事兒。明兒繼續。今年是因為趕集，只怕到了明天，人未必有這麼多了。明兒呀，咱們就照方抓藥，把平遙城下面的9鄉12村，家家戶戶全都掃到一遍。這就叫上門當。哎，古兄，這個名字好，就上門當。剩下的東西都到了山西，山西又偏偏聚到一座城裡，原來是各為其主，現在卻是合兵一處。天底下怎麼有這麼巧的事？那位古先生和少爺合兵一處，倒也妥帖。怎麼說？這2個人用行裡話講，都是棒槌貨，竟然能想出這麼多稀奇古怪的點子來，倒讓山西人也來了個莫名其妙。等他們相互為敵的時候，他就不會這麼高興了。這孩子呀，哼，真不讓人省心。這當鋪的生意不行啊！我來的時候，少爺還在說，當地人不信他們能幹得久，所以不肯在他們那兒當東西。不過票號能做起來，也殊為不易了。票號放款，當鋪出款，這一放一出是差不得分毫啊！你像這種固投不固定的做法，就是太年輕了。少爺說，家裡能不能想些辦法，再支援他一段時間？我這答應替他回來說說看。這剛出去幾天，就讓總櫃給他匯錢。你告訴他還能不能幹了？不能幹回來，我換人接手。剩5、2兩了，你看旁邊
是上门當，新推的上门当。上什么当？不是上当，是上门当。不上不上。来啦！啊，你是？大姐您好，我是平遥城万元档的掌柜。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叫上门当的花样，您家里要有什么需要当的东西，不用出远门，就在村口找一位姓古的先生就行，现银和当票都已经给您备好。这是一本唐代祖师刺血写成的《金刚经》，老衲想当50两银子，把去年着火的禅房重新再修起来。记唐人刺血《金刚经》一本，银子50两，见票支付。老方丈，您在这儿画押。探月，不打开吗？此等圣物就这么随便打开了，那岂不是玷污了它？在菩薩面前，我不敢欺心啊！大事勿疑，取银子便是。现在也没到交税的时间，再说家里有钱也不用买东西。是，您这钱要是不花呀，您有当的东西，当完之后可以就手存入我们的银号。我们的银号是3分利，比平遥城内的高1分半。而且您存的东西越多，这利润就越高，童叟无欺。我想大师修葺禅院，一时也花不了这么多银两，不如请人来修，把这些银子先存到万元档的银号里，买材料、请工人的費用就见票支取，生出些利息，就当我们给大殿添香油的钱了。依你，都依你。东家，东家来了。东家好。都坐吧，都坐吧。啊，今天叫我来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又想搁车呀？马上就走？东家，你别取笑我们了，我们要走这事儿没了。对，这事儿就没了，随风去了。是。今天呢，我们请东家来，是想问问那个小伙子呀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和东家有什么来往，可是他这么一闹啊，激起了平遥城的公愤呐。我们不能不先给东家您说一声。那个棒，他坏了规矩。这10几天，他把平遥上上下下刮了个遍，所有当铺的货都空了，全被他家吃下去。能当3两的东西，他当5两；能当5两的，他当10两啊。他后边带了个银号，给的利又高。他把平遥所有的银号啊，轮流的霍霍了一遍，家家取出钱来，都存到他那儿去了。闹腾的到现在啊，咱们当铺是空的，银号是空的，天底下没有这么做生意的。他实在是个害群之马。您和县太爷熟，出面管管他。要再这么闹下去，怕是真的要翻天了。这当铺盈利啊，守在一个利息，贬低押物，活当喝血吃肉，死当敲骨吸髓。这种暴利的行业，你们也能干垮了？他们让利还得利，你们呢，只会让我找县太爷抓人，这不叫做生意，你们这叫看坟等死啊！东家，你不带这么夹枪带棒的说我们呀！我们要是干垮了，在这行里我们可没活路了呀！你再这么说，这就是不念旧情了呀！求求东家，念念旧情吧。东家，您还是得念念旧情。念旧情。鲍将军说，
来赎他的刀和黄马褂了吗？拿去。这是古平原唱的当吧？鲍将军说，看不见古先生人就不把东西拿走。打了一辈子鹰，反倒被鹰叼了眼睛。你们可都得老老实实的啊！段爷，他现在去万元荡找古平原了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大清的第一勇士。豹子营的主帅鲍清德将军，人家这次来就是为了专门酬谢古先生的。他把平遥城所有的协饷都给了万元荡的营号，这笔钱连巡抚衙门都不敢多问一句。看来这李百万啊，确确实实是在平遥城扎下根儿了。他得感谢你们仨呀！东家，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呀！哎，别！我才不管你们什么本意不本意的。哼，是你们仨把人家给撵出去，事情就是这样的结果。你们仨还想在这行里混，就老老实实的回家仔细想想，好好查查你们的账，找我来对，一笔一笔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，我还能帮你们想想法子；说不明白，哼，你们啊，回去抱你们的娃娃，穿你们的幼棉窝窝。青石板上砸黄豆，硬碰硬嗦。两文是把城里头闹了个底儿朝天。底朝天谈不上啊，只是给他捅出个窟窿。我这个古兄弟啊，做生意那叫大将用兵。说實話，前2天我心裡真虛得很。花錢租那些個倉庫裡頭放的都是些鍋碗瓢盆，還有一堆破水缸，哎，那簡直要了命了。你這個話一點沒錯。姓古嘞，你倒不想想，咱老鮑是戰場上出生入死的人，萬一有人把我這肩膀上的9斤半給砍了，你那1000兩銀子不是打水漂了嗎？說實話。像鲍將軍你這樣啊，穿黃馬褂、帶腰刀的人，身價何止1000兩啊？說句不好聽的，萬一你要是殉國了，我捧着你的黃馬褂和腰刀去到大帥的軍營裡，就算我出價2000兩、3000兩，大帥也得贖啊。貴，貴得很。哎呀，你們兩個小娃娃當真是了不起喲！我老鮑也算是見過天下英雄。不負此生了啊！哎呀，你說，咱們這麼一攪和，把平遙城捅了個窟窿，你是不是就能脫困了？脫困？我的案子一天沒消，我走到天邊都是戴罪之身。要是能讓受我牽連的人脫困，那我倒是死不足惜。哎，你別瞎說，
實在不行，你就跟我回北京，我爹总该有办法。李百万这3个字儿，那可不是白叫的。他认识那么多王公大臣，帮你洗脱罪名倒是不难。大不了我跪着求他。哎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和你一起做生意，那我心里是痛快的很。你要是被官府抓了，又得给你送回去了。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了解我犯了什么罪吗？现在和我走得近的人，都已经被我连累了。咱们啊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其實我挑你整出這麼多花樣來，無非是想互相利用。你可以在山西立足，而我呢，可以把我想救的人給救出來，僅此而已。至於做朋友，我沒這個資格。先走一步了，畢清秀。古。来了，哎，坐。我是為了四爺而來，你不是想要那套宅子嗎？儘管拿去好了。這地契我也帶來了。今日當鋪的局也給你破了，這個買賣算圓滿了吧？圓滿了嗎？自然是圓滿了。我還找你做別的事兒。買賣不是這麼做的吧？買賣怎麼做是我說了算。常老四這個房子呀，我不打算要了。啊，地契你收回去，你是自己留着也行，給他也罷，就當給你們倆的賞賜了。不過，人是放不了，你還得幫我辦件別的事兒。哎，聽說過闖王寶藏沒有？相傳李闖攻克京師之後，用贖罪金的名義集聚了7000萬兩白銀，後來兵敗如山倒，棄長安奔湖廣，經過山西時被清軍追擊，為了逃命，將這些銀子棄於一處山谷之中。山谷中有8戶村民，偶得這天降橫財，此後開始世代經商。老八家從明末至今屹立不倒，就是因為他們依靠闖王寶藏，縱有天大的劫難，都能憑着寶藏逢凶化吉。如今我要你進到老八家，幫我尋得此寶。你看吧，他又給我花了掌櫃了。哎呀，看人家年輕的嘛，聽說是那王老爺子的心，那本事可大了。本號東家，請迎掌櫃先生，請掌櫃落座。交賬！
歸大海，東家得天下英才，自此高枕無憂了。黑子，往哪儿耍胳膊根儿去了？爹不是说不让你跟人斗气吗？我这种人也只能给人耍耍胳膊根儿了，哪有人聪明啊？谁有惹你生气了？今天太玉峰换掌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上街，我上哪知道去？换的就是咱爹提着脑袋救下来的古平原。冒耳光光做个新王，正和现代言喝酒呢，可真是威风。咱爹救过他是不假，但他也救过你们呀。哎，不，你能别老替他说话成不成啊？我这不是觉得他人一阔脸就变，咱爹现在还在里边关着呢。那你叫他如何？让他去劫狱？黑子，你也不敢吧？还是说让他在家中陪着我哭？好像我也不缺人陪。哎，他好，他最好。比逃犯活得好好的，人上人一样。咱爹行侠仗义一辈子，啊，现在关牢里。一会儿陪我去送饭，这种傻话别再讲。不是那外约道的那个，结婚成了你家的少爷。李群雄，他来这闹球场了。哎，这是光有当个人，对吧？未及道喜，恕罪恕罪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朋友，京城李百万的大掌柜，万元档的当家人，李清雄。这个就是李百万的公子。掌柜的，来了贵客也不给引荐一下啊？这是万元档的当家人李清雄，这是我的东家王先生。王老爷子，久仰久仰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哎，在下王天贵也不老，可是一表人才呀，啊！听说就是你，把我的当铺和票号搞得入不敷出，把整个平遥城搞得七荤八素的那个年轻人呐！小子，瞧瞧瞧瞧。瞧瞧这些人，恨不得一口口把你给吃了。王老爷子，不敢不敢，我不过求一个立足之地，我就是来当学生学艺的。好一个学艺，成了，你今天把这个凳子搬过来，在平遥城就有你一席之地了，啊。不过你要记住了，那些小把戏是不是该收一收了？这个自然。得罪诸位勿怪啊！学生我见礼了。从今以后那些胡闹的把戏，依王老爷子的话，全都收了。吃好喝好，不够再加。最近出了个新鲜事儿，平遥城来了几十个朝奉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几十个朝奉掌柜突然之间到平遥这个小县城里来，只怕
是你身边那個蘇小姐搞的鬼吧？今天能把各位请到平遥城来，是我的荣幸。在座的都是山西地面上最老的当铺朝奉、票号管家，等闲都不愿出门半步。且敬此杯。没事了，真的假的？写的是。你们肯来，我是给够了钱的。要問這是多大的買賣？這買賣自然大。做買賣，有人謀的是財，有人謀的是名，我謀的是國。我從南邊來，這屋裡頭啊，有一個算一個，通敵的罪是誰也跑不了了。來，為了這個罪名，我敬大家，一起喝一杯。兄弟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离她遠一點，不然禍跡滿門。這話我也想跟我爹說，可是他不聽我的。你呢？我是嗎？你當上這太尉峰的大長子，這多少人眼紅的位置？除了河東老八家，實力最雄厚的就你們這位王老爺子。你這是打算做此官受此禮，從今以後開始和我作對是吧？逢場作戲，如此而已。乾脆呀，你辭了位置，到我萬源當了，或者我給我爹寫信，把你這罪名抹。反正你在這兒做一天長輩，我心裡就不舒服一天。萬源當不想有你這麼個敵人，我也不希望有你這麼個敵人。你的美意我心領了，只是眼下還有事情沒做完。有一天走投無路時，你莫忘此言。天下兩分，義軍已佔一半，江南一帶最是富庶。可這些年仗打下來，起起落落，連南京城裡的票號當鋪都蕩然無存了。還有浙江、蘇州、揚州、鎮江、寧波，這些哪個不是富得流油的地兒啊？現今一片空白。義軍有意整頓江南財政，讓商旅流通。可那些做票號當鋪的人才死走奔逃，一時間也找不到許多，所以請了大家伙來。你們當中願意去南邊討一份生活的，我可以幫各位，把家小都送去南京，安置妥當，萬無一失。到了那邊啊，大家可以選好的商鋪，趁手的夥計，重啟票號，自己當老闆。早期的錢由義軍出，子孫也可以在南邊考取做官，幹得好的還能弄個爵位。我向各位擔保，最多3年，讓南邊的銀錢流通起來。3年之後，還想留在南邊的就留下，想回來的，我自然能給大家伙再弄回來。學想這麼大的事，你怎麼也不告訴我一下？我也是剛剛得到消息，鮑清德將軍把平遙城所有的協饗都給了少爺的銀號。每年幾百萬兩銀子的軍饗，平遙那些銀號都紅了眼。你說這個孩子就顧着做生意，一點後路都不給自己。
您自个儿都说天底下没有人让路，什么城门当啊、上门当啊、佛门当啊，没有这样的信誉，凭什么接到这种买卖？古人千金试马骨，少爷不到1个月就有这番成就，您得夸他。我还夸他，这是旗开得胜啊，您觉得呢？也是啊，到山西没多长时间，能打开这个局面，实属不易。这话能对少爷讲吗？自己人不要自夸。山西那边还有什么消息？哦，少爷写信说，姓古那小子已经回到当铺里，他们现在各安其位了。这个该如何对少爷讲？写信告诉他，生意场上的朋友是天底下最信不过的。东家，得罪了。你这个太玉峰的大掌柜，做的滋味如何？我这身份朝不保夕，东家让我演什么，我就演什么呗。哎，你是不是看上常老四的丫头了？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我如今什么身份，他什么身份？我能看得上他？看上了也无妨啊。你现在是太玉峰的大掌柜的，一掷千金也是可以的。哎，我给你一场富贵，你要吗？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？那里关的可都是富贵人。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：在这人间，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。10日之後，老八家代表赴晋陽山莊。這老八家裡邊有一個老康家，丟失了王爺的軍隊輜重，朝廷震怒，這回一定要辦了他。老康家世代都是保鏢出身，家資雄厚，可是這次他不得不變賣家產。你以為賣的是家產嗎？那賣的是字號。我明白東家的意思了。東家的意思是要血拼，買下康家，拼進老八家，在闖王寶藏上也插上一腳。那就算讓你知道了闖王寶藏所在何處，你還能做什麼呢？畢竟那寶藏是由老八家共同掌管。說你是個書呆子，你還真是個書呆子。錢是什麼東西啊？小錢能通神，大錢那就是神。玉儿姑娘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别碰我！天气凉了，穿上点。哎，我这衣裳没得罪你吧？我看你得意的很，这麼久不見個人影。四爺被關在裡頭，我也着急。但我回去有什麼用？和你面對面一起哭啊？那你也不肯來，讓我一個人在那裡猜。黑子，你知道的，他說話就沒有個把門的。我看你喝得醉醺醺的，一點不像要哭的樣子。怎麼？說在你心中，我是個貪圖富貴的人？你以為我想流落他鄉啊？你以為我想當這個任人擺布的掌櫃啊？平遙怎是他鄉？我便是生在這兒的。我的意思是，
我家在徽州，现在又回不去，无法在老娘膝下尽孝。那平遥于我而言，可不就是他乡吗？就你会说。反正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哎。 要被你气糊涂了。我爹病了，时好时坏，他住在那里曬不到太陽。虽說比其他犯人過得好，但那畢竟是監中。我讓他好好休息，他又每天問你的消息，你讓我怎麼說？說你已經當了大掌櫃的，每天穿得人模狗樣的，還披一個大黑斗篷。你就這麼跟四爺說？你看他信不信？倒是你，別成天聽那些是是非非。 那些都是逢場作戲，傻子才會信的。我才不是傻子呢！別看我這麼罵你，其實我根本就不信。我跟黑子講，你若是貪圖富貴的人，當初留在草原便是。我就是心裡焦急得很。好了，別說傻話了。上次不是告訴過你嗎？王天貴讓我幫他辦成2件事，辦好了才敢放四爺。 樓上有人。你來來回回就這幾句，姓古的歸你的吧。什麼人？哎，天這麼冷，你自個兒留着穿，好长命百歲。这不识好歹的玩意兒，滚吧！ 这是个俄羅斯人送我的。这什麼這個那個的呀？你個大少爺幹這種賊活，一點也不懂行。大戶人進來都做半天了，竟然沒發現。我又不是天生做賊的人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好奇？想知道什麼呀？ 是你把那幾十個人弄過去的，弄到長江以南。你真的是造反的人呀！這你不都知道嗎？還問？那我爹還這樣聽你的話，不知道跟你這樣的人打交道，全家都會砍頭啊！這話說得真好，果然是個孝子啊！你爹為什麼要聽我的？你難道不該問你爹嗎？反倒審問起我來了。對。 我自然要問他，不過我先問問你，你肯定知道。我自然知道，但是你爹不讓我告訴你呀，說你是個小孩呢。是不是想知道為什麼我跟你到平遙城來啊？現在知道了吧？ 我有我的事兒，你呢就好好做你的大少爺，別鬧。走的時候我跟你爹說了，這賺不賺錢都無妨，掙了賠了只當是個笑話。這笑話鬧得越大，越能幫我遮掩些的。難怪。那是當然呀，要是沒你在這折騰，吸引大夥兒的注意，我找那麼多人，很容易被懷疑的。 說起來，你可是個大功臣呢，有機會去南邊，自然好好賞你。你事兒已經辦完了，你趕快走。我爹他家財萬貫的，就算欠你什麼人情，現在應該也已經還清了。走。你這小孩說話真逗，我是不可能放過你爹的。
现在我连你我也不放过。你真以为我不敢开枪啊？你要是想动手，好歹选个能用的东西吧。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礼物，从未装弹。我赏完一次都得很精细的擦半天收起来。你这么随随便便的拿着，就不怕我心疼吗？放回去。说了你也不听，真是的，都给弄脏了。哼，你有没有子弹吓唬谁呢？以后再进我屋，这一枪就打在你脑门上。出去吧。站住！明天多带些人，雇好了车马，去晋阳山庄。河东八家的康家要把家产给卖了，我是志在必得的。你顺便告诉你兄弟一声，他要是不想回宁古塔，最好少给我裹乱。请问靳大爷、靳大奶奶在府中吗？我是太岳峰的掌柜，我叫古平原，这是我的拜帖。太岳峰的掌柜这么年轻啊？王天贵这老狗眼睛是瞎了吗？能否替我递一下拜帖？我就是靳大奶奶。进来吧。哦，久仰，久仰。古德掌柜，先在这儿坐一下，我伺候完我们大爷喝药，再来跟你说话。古德掌柜也喜欢石头啊？啊，颇有些野趣呢。你知道这些石头的来历吗？这是太湖石，从太湖运来的。也对，也不对。这些都是北宋徽宗皇帝选定的石头。他搜罗下天下奇石，要运回汴京，船还没到呢，国家就亡了。船夫们为了逃命，就把这些石头推进了长江里，就这样冲刷了好几百年。我家大爷也爱石头，又花上了5年的时间，把它们都给捞出来了。果真是豪富啊！这是国宝啊！什么国宝呀？要我说啊，全是些败家亡国的玩意儿。再晃年，连个馒头都不如。大奶奶这番话真是有见识。你少拍我马屁。我家大爷身体不好，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？啊，是。没想到大爷的身体，今日我来的真是不巧啊。大爷身体打小就这样，他就是太聪明，太会做生意，夺了天机，才到这个年纪，这身体已经变成了风前烛雨里灯，兒子沒有，兄弟姐妹一塌糊塗，只是累我一個人。
坐吧，说正事儿。我们东家特地派我前来拜会老八家的各位，他想出家资买下康家全部的产业，帮助康家度过眼下的危难。还有呢？我们东家还说，河东八家纵横200多年，大清天下，统领全国，行商做贾，信众十分仰慕。要是借着这一次可以买断康家，大奶奶是否可以帮助他，进到老八家里来，也算是为天下人出一份力啊。王天贵断不会说这样的话。古先生是个读书人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是，虽是客气话，但也是我的真心话。老八家哪还有什么老八家？早就已经风云飘散了。晋南的孙家、孙大掌柜，晋北的李家，都比我这个晋家说话好使。但是，今日能得见一面大奶奶，已是三生有幸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不多打扰，先告辞了。太玉峰掌柜，后生古平原拜会李先生，请。福建盐茶，果然是天下第一呀！你懂茶？在下是徽州人，自幼是在茶园里长大的，跟着家里人喝过一点。既然懂茶，就不是妄人。我问你，你何以認為太玉峰買了康家產業，就能進到河東八家裡呢？王天貴一個人，比我們都有錢。啊，自然不是。河東八家自古守望相助。又何須外人拿錢進來？王天貴是覺得可以跟我們比一比，是嗎？不敢不敢。我再問你，李先生，我久仰您的大名，今日特地前來拜會。您是主，我是客，能不能也聽我說兩句？講。如李先生所說，老八家守望相助，另外7家富可敵國。隨便拔根毛出來就能把空子給填上，何以逼得這康家要賣產業？話說回來了，我們太玉峰也是平遙城第一富戶啊，就算入了老八家，也不至於給你們丟人吶。但大奶奶含糊其辭，李先生又拒人於千里之外，是不是我們東家得罪了你們，還是說這其中另有隱情？王天貴那個老東西啊，我以前一點都不佩服他，現在我倒有一點點佩服。他是怎麼把你這種人弄到手裡的？在下李中登，重見以禮。請，這邊。裡邊請。哎，武兄，來。蘇小姐，早就該來拜會蘇小姐了，今日方才一見。古先生拜會我什麼？你把山西鬧出這麼大動靜，我心裡佩服得很呢。若不是古先生想出這些花花點子，把平遙賦上面搞得上吐下瀉的，我還騰不出手來做這些事兒。話說來，我得謝謝您。
先坐啊，坐下说。王天贵这一次势在必得，你要想买的话，让我一让。咱们是兄弟，我让你自然是的，可买的人是他。康兄弟，你跟大伙说说，为什么非要发钱，招天下富商买你家产业？今天没有外人，让我们大伙明白明白。但凡你说不明白，你休想出这个门。外边都谣传，我们老八家守着闯王宝藏，这些话传的是越来越神乎。朝廷现在拿眼睛盯着咱们，南边打仗军费掏不出来，我们家这次运的是王爷的辎重，莫名其妙一把大火全给烧了。对方这是盯着我们家有多少家产呀！我要是不声不响用你们的钱把它还上了，那朝廷的怀疑可就坐实了。诸位，如果今天我康家不破产，那咱们老八家以后可就真没了。朝廷非得对我们下狠手不可，不如我这么狠心一卖，回家看孩子种地来的痛快。你们说是不是？这话说的有道理，我论你了，康兄弟。来，先起来。康兄弟，这么干不妥啊！你毁家纾难，朝廷就不怀疑你了？未必吧？你看明白没有？外边那些人哪个不是冲着闯王宝藏来的？卖康家产业是假，进到老八家里弄清楚闯王宝藏在哪儿是真呐。那就让他们买，买完之后他就知道，这是老虎闻鼻烟，没那么八宗事儿。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，走马几轮光阴，也走历了面龐，演過人情薄涼。我看過萬里雪茫茫，也曾被誰緊握不放。只剩這一柴米油鹽中口隨意嘗，翻一個身，趁機回腸，好戲正在開場。天下有道理千鈞，一氣萬兩，做人應如同伴，萬緣內方。一步烽煙，一條路，一生用腳步丈量。眾生萬象，粉墨登場，說到最後總是傳奇一樁。山有道，我擔當，日出東方。流過多少血淚，只要爬得起來，純潔當作小將，還能喘一口氣，就承起這脊梁，扛過刀劍風霜。人生在世本就長，咬緊了牙關走一趟，憑誰人說痴心妄想，眾口隨意張，翻一個身，趁機回腸，好戲正在開場。天下有道理千鈞，一氣萬兩，做人應如同伴，萬緣內方。一步烽煙，一條路，一生用腳步丈量。乾坤過盡，人間萬象，塵埃落定，留下傳奇一樁。山河浩渺，我擔當。日出東方。